从一语成谶到一语成佛。密勒日巴告诉你口业的真正力量。1000年前，西藏高原上，一个年轻人在暗室里念了14天的咒。最后一夜，护法神带着35个血淋淋的人头出现在他面前，说：你叫我办的事就是这个吧。那一夜，他的伯父正在为长子大摆婚宴，宾客满堂，笑语盈盈。忽然满地冒出蝎子和大蛇，在房子的支架处乱挤乱动，马匹发怒护踢，撞倒了屋柱，整座房子轰然倒塌。伯父的儿子、媳妇以及30多位亲友全被压在了废墟下面。这个年轻人叫密勒日巴，日后他会成为藏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修行者之一，成为证悟者，成为后世无数修行人心中的灯塔。但在那一刻，他只是一个被仇恨吞噬的杀人犯，而驱动这一切的起点不是一把刀，不是一支军队，甚至不是他自己的选择，是一句话，是他母亲说的一句话。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今天这期关于修行的故事，我想用密勒日巴的命运弧线来拆解修行里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维度——修口。佛学里叫口业，就是你说出来的话所造的业。在展开之前，我先抛一个问题。如果有人问你，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绝大多数人的答案会落在2个方向，一个是管住心，打坐、冥想、内观，修炼你的念头；另一个是管住手，不偷、不杀、不做伤害别人的事，修炼你的行为。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少有人的第一反应是管住嘴？这恰恰是今天这期要拆解的核心错觉。绝大多数人认为话说完就散了，行为才有实际后果。身体做的事比嘴巴说的话严重，念头嘛更是飘过就飘过了。所以修行的优先级应该是身业最重，口业次之，意业最轻。但如果我告诉你，在佛学的实修传统中，口业被特别强调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它是3业中频率最高、最难控制、扩散面最广的那一个呢？你的嘴是你意识系统里最活跃、最高频的种子播种机，而你每天通过它播下的种子数量，远远超过你的行为和你以为能控制的念头。密勒日巴的故事把这个机制展示得血淋淋的清楚。让我从头讲这个故事。密勒日巴大约出生在公元1040年，西藏后藏的贡唐。他的父亲叫密勒讲彩，家里有田有房有牲畜，在当地算是富裕之家。但密勒日巴7岁那年，父亲病逝了。临终前，父亲留下遗嘱，把全部家产托付给密勒日巴的伯父和姑母代管，等密勒日巴成年后归还。你大概猜到了，伯父和姑母侵吞了全部家产，密勒日巴和母亲、妹妹从此沦为佣人，被迫在自己家的土地上做苦力，穿最破的衣服，吃最差的食物，干最重的活。一开始村里人还替他们说话，骂伯父姑母狠心刻薄，但日子久了，连村里人都开始瞧不起他们了。密勒日巴的母亲叫白庄严母，她是整个故事里最关键的人物之一，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她说了什么。好不容易等到密勒日巴成年，白庄严母拿出丈夫的遗嘱，正式向伯父要求归还家产。伯父不仅拒绝，还拿马鞭抽打他，把母子3人彻底赶出了家门。年复1年的屈辱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白庄严母变卖了仅剩的一点资产，对密勒日巴说了一句改变一切的话：你去学咒术，回来给我报仇。我想让你停在这个时刻，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个母亲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她的丈夫临终托孤，托付的亲人背叛了信任，她和孩子们被剥夺了一切，被打被辱，几乎无处容身。任何人处在她的位置，心里的恨意都会翻涌。但从种子理论的角度看，这一刻发生了一件极其精确的事。白庄严母用语言在密勒日巴的阿赖耶识里种下了一颗极其强大的种子。这颗种子的属性是什么？是嗔恨，是复仇，是你必须用暴力回应暴力。而且注意，这颗种子的写入方式不是普通的日常闲聊，
母亲不只是随口说说，她变卖了所有资产来支付学费，她用全部身家把这句话兑现成了行动指令。这相当于把这颗种子的精度权重直接拉到了最高。在预测编码的框架里，精度权重越高的先验信念越难被后续的新信息覆盖。密勒日巴从此被这颗种子锁定了，他的整个意识系统开始沿着我必须复仇这条高权重先验运转。密勒日巴去了卫藏，找到一位精通秘密诸法的喇嘛，很快学会了咒术。学成之后，他对仇人施咒。在他修法的最后一夜，他伯父家正在举行婚宴，房屋在咒力作用下轰然倒塌，压死了伯父的儿子、媳妇以及35位亲友。之后他的母亲又寄信来，要他再将冰雹毁掉全村的庄稼，以防村人报复。密勒日巴照办了。你看到了吗？从母亲的一句话到35条人命，再到全村庄稼被毁，中间的传导路径清清楚楚。一句话种下一颗种子，种子生根发芽，驱动了学习行为，学习行为获得了杀人的工具，工具在因缘成熟时被使用，35个人死了，一个村子的生计毁了。这不是玄学，这是一条完整的因果链。而这条链的第一个环节是一句话。好，这是故事的上半场。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密勒日巴，杀了35个人，毁了全村庄稼之后，你觉得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大多数人的直觉是两个方向。第一个，赶紧逃，躲起来，别被抓到。第二个，如果你有悔意，那就去忏悔，做善事积功德来弥补。这两个方向都有道理，但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密勒日巴选择了第三条路，他内心充满了罪恶感，开始寻找能传授正法的上师。辗转之后，他找到了马尔巴一师。马尔巴是当时藏地最杰出的密法大师之一，曾经3度远赴印度求法。密勒日巴来到马尔巴面前，把自己杀了35个人、降雹毁庄稼的事全部坦白，请求传法。马尔巴的回应是什么？他没有安慰密勒日巴，没有说没关系，也没有立刻传法。他让密勒日巴盖房子，先到东山顶盖一座圆形的房子，盖了一半，马尔巴说不对，拆了，换到西山顶盖，又拆，再到北山顶盖，三角形的，又拆，最后让他在另一处盖一座9层高的石塔。密勒日巴一个人扛石头上山下山，双手磨烂，背上磨出了血疮，盖好了又拆，拆了又盖，如此反复，持续了好几年。你可能会觉得马尔巴太残忍了，但如果你用唯识学来看，马尔巴做的是极其精准。密勒日巴的阿赖耶识里现在装的是什么？大量的杀业种子，大量的嗔恨种子，还有他母亲种下的那颗高权重的复仇种子。这些种子已经现行过一次了，35条人命就是现行的结果。但现行一次不代表种子耗尽了，种子生现行，现行又会熏心种子。杀人的恐惧，杀人后的罪恶感，对自身力量的执着，这些全是新种子，继续在种子库里发酵。马尔巴让他反复盖房子、拆房子，不是惩罚他，是在做2件事。第一，消耗旧种子的势能，每一块石头的搬运都是在用身体的劳作替代暴力的冲动，把嗔恨的能量用物理劳动释放掉。第二，种入新种子，每一次被要求拆掉重来，都是在训练密勒日巴一个极难的能力，接受你的心血被清零而不崩溃。这个能力的深层含义是什么？是降低我应得回报这条先验信念的精度权重。你做了那么多，全白费了，你能不能不被这个白费击垮？你能不能接受付出和回报之间不存在你以为的那种因果关系？这就像一个企业家辛苦创业3年，公司倒了，所有投入归零，然后他能不能站起来重新开始？关键不在于他有没有钱重新开始，关键在于他的种子库里，我的努力一定要有对等回报，这颗种子的权重有多高？权重越高，归零的打击越致命。马尔巴在做的
就是反复冲刷密勒日巴种子库里这类高权重的执着种子。好，现在到了这个故事最震撼的转折。经过多年的磨练，马尔巴终于开始传法了。他把自己从印度纳诺巴上师处学到的全部秘法传授给了密勒日巴。密勒日巴此后回到家乡，发现母亲已经去世，妹妹下落不明。他在家乡后山的崖洞中开始苦修，后来又到吉隆、聂拉木一带的深山中闭关，在洞中修行多年，粮食断绝后只吃荨麻汤，身体都变成了绿色。最终他证得大成就，成为藏传佛教噶举派最重要的祖师之一。你看到了吗？同一个人，同一套意识系统，前半生因为一句话走向毁灭，后半生因为另一种话语走向觉醒。密勒日巴后来留下了大量的道歌，被后人辑录为10万歌集。那些歌就是他用语言把自己的证悟体验编码传递给后人的方式。一个曾经用语言杀人的人，最后用语言夺人。改变的是什么？种子。改写种子用的核心工具是什么？还是语言。只不过从诅咒换成了正法，从黑咒换成了修行口诀和证悟之歌。一条生命被一句话推向深渊，又被另一种话语拉回光明。这就是口业的全部力量。好，密勒日巴的故事讲完了第一层。现在我要用我们这个系列的框架来拆解口业这个概念的底层机制。先回到一个基础问题，佛学里把业分为身、口、意3种。身业是你身体做的事，口业是你嘴巴说的话，意业是你心里想的念头。为什么口业被特别强调？答案藏在3个维度里。第一个维度是频率，你一天能做多少个深夜的动作？打人、偷东西、帮人搬东西，这些行为需要时间和精力，频率是有限的。但你一天说多少句话？几百句、几千句。如果算上你的内心独白，可能是上万句。每一句话，每一个内心独白都在往阿赖耶识里投射种子。口业是3业中频率最高的种子播种机。第二个维度是扩散面，你打一个人，受影响的是一个人，但你说一句话，可能被10个人听到，每个听到的人都种下了一颗相关的种子，你自己也种下了。在社交媒体时代，一句话可以被几百万人看到。一次口业的种子扩散效率比深业高出几个数量级。孔子说过8个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不是夸张修辞，他在描述一个机制。一句关键的话，在关键的节点可以改变整个系统的种子分布。第3个维度是隐蔽性，你做了一件坏事，你大概率知道自己做了，但你说了一句伤人的话，你很可能根本没意识到。日常对话中随口的一句抱怨，一个评判，一个诅咒式的预言，比如你这辈子就这样了，这个公司迟早完蛋，我的运气一向很差。说的人可能根本没过脑子，但种子已经种下去了。这3个维度叠在一起，你就明白了。口业之所以被特别强调，不是因为它比深业更坏，而是因为它的综合威力最大，频率最高，扩散最广，最难觉察。曾国藩医生最核心的修身功夫是什么？慎言。他在家书里反复跟弟弟们说，管住嘴比管住手重要100倍。不是因为他保守迂腐，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经历过生死权立场的人，亲眼见证了太多一句话改变整个局面的案例。他自己总结过，古来言凶德之败者略有2端，曰长傲，曰多言。他把多言列为人生最大的2个败因之一。注意，不是说错话，是多言。说得多本身就是风险，因为每多说一句，你就多种了一颗种子，而你根本无法控制这颗种子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发芽。好，这是口业的破坏力。但口业不只有破坏的一面，它也有建设的一面。而这一面跟我之前做过的好几期视频直接相关。我之前专门做过一期许愿 vs 发愿，讲了一个核心区分。许愿是跟宇宙谈判，
我出诚心，你出结果。发愿是给自己的意识系统写入指令，我决定成为什么。发愿的本质是什么？是口业的正向使用。你发一个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在干什么？你在用语言，在你的阿赖耶识里种下一颗方向性极强的主种子。这颗种子会重新排列你种子库里其他种子的优先级，把跟你的愿相关的善种子推到前排，把不相关的推到后排。你的行为模式、注意力分配、决策倾向都会因为这颗种子的存在而发生系统性的偏移。我还做过一期陀罗尼是2500年前的压缩算法。念诵陀罗尼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是通过特定的声音序列反复输入你的意识系统，架空识神，降低旧的鲜艳信念的权重，让被遮蔽的如来藏本有的光明透出来。念佛也是同一个原理。我做过一期一句阿弥陀佛是一套参数优化算法，核心逻辑就是你每念一句佛号，就是在阿赖耶识里种下一颗清净种子，同时做一次微型的定向微调。你把这些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一个极其清晰的图景。发愿是用语言种下方向性种子，念佛念咒是用语言做高频定向微调，日常的善语、鼓励、诚实表达是用语言种下善种子，而日常的恶语、抱怨、诅咒式预言是用语言种下恶种子。语言不是中性的工具，语言是你手里最强大的种子播种机，它可以像密勒日巴母亲的那句话一样，驱动一个人走向毁灭。它也可以像马尔巴传授的正法一样，把一个杀人犯转化为正悟者。方向完全取决于你往里面装什么。现在我想把这个讨论再推深一层。你有没有注意到，不只是佛学，全球几乎所有古老的智慧传统都把语言放在了一个极其特殊的位置。圣经开篇，上帝创造世界用的方式是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说，然后就有了。用语言创造万物。道德经第一句，道可道，非恒道也。道这个字本身就有说的意思。万物的源头是道，而道的核心属性之一就是可言说。古印度的吠陀经认为，宇宙起源于嗡，一个原始的声音震动，整个物质世界是从这个原初之音中展开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万物根据罗格斯而生成。罗格斯同时意味着话语和法则。后来约翰福音开篇直接说太初有道，这个道在希腊原文里就是罗格斯，太初有言。佛教有绵延2500年的咒语和陀罗尼传统，基督教东正教有耶稣祷文，伊斯兰苏菲派有齐克尔，印度教有曼特罗念诵。不同文明从不同方向钻探，在山体深处交汇了。所有文明在触碰世界是怎么来的这个终极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把语言或者说这个行为放在了创世的核心位置。这些文明之间大多没有交流，但他们在独立探索中得出了同一个直觉：语言不只是描述现实的工具，它参与了现实的创建。这个跨文明共识暗示了什么？它暗示语言可能不仅仅是一种通信工具，它可能是意识参与创建现实的基本方式之一。当然，这一层我标注为猜想，但即使不进入这个猜想层面，仅仅从预测、编码和种子理论出发，结论也已经足够震撼了。你的每一句话在同时做3件事。第一，改写你自己大脑的鲜艳权重。你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你不是在描述事实，你是在给你的预测模型写入一条高权重的鲜艳信念。一旦这条鲜艳的权重被推高，你的大脑就开始自动过滤一切不符合这条信念的信息。你看到的全是失败、困难、不可能。不是世界变了，是你的渲染引擎被你自己的话重写了。第二，在你的阿赖耶识里种下种子，每一句话都是一次种子写入。善语种善种子，恶语种恶种子，抱怨种匮乏种子，感恩种富足种子。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正反馈循环。说的越多，种的越多，种的越多，长得越密，长得越密，
你的命运就越往那个方向固化。第三，向你周围的人广播你的种子。你的话不仅影响自己，还在改写听到这些话的每一个人的鲜艳权重。密勒日巴的母亲说了一句话，改写了密勒日巴的整条生命轨迹。一句话的扩散效应可以是指数级的。3件事同时发生，每一句话都在同时编程你自己和你周围的人的意识操作系统。现在你明白了吗？为什么所有深入研究过意识运作机制的传统，最终都会走到同一个结论：管住你的嘴。曾国藩说慎言，佛陀说慎口业，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圣经箴言里说谨守口舌的保全生命。不是因为有个神灵在监听你，而是因为你的话就是你的种子，你的种子就是你的命。好，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那我以后就少说话，尽量闭嘴，是不是最安全？如果你有这个念头，说明你只理解了一半。修口不是闭嘴，闭嘴是消极的回避，忍不是修行，忍是伏而不断，是把沸腾的水用盖子压住，迟早会爆。真正的修口也不是靠忍着不说来实现的。修口的完整含义包含2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指恶，减少恶语的输出。具体来说，佛学里把口业的恶归纳为4种。妄语就是说假话，两舌就是在人与人之间搬弄是非，恶口就是用语言攻击伤害别人，绮语就是说没有意义的废话，八卦、闲言碎语。这4种口业，每一种都在种恶种子。觉察到自己正在做这4件事中的任何一件，然后停下来，这是修口的基础。第2个方向是行善，增加善语的输出，用真诚的语言鼓励别人，用准确的语言传递有价值的信息，用慈悲的语言安慰正在痛苦中的人，用清净的语言念佛、念咒、发愿。每一句善语都是一颗善种子。止恶加行善，2个方向同时推进，你的种子库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就是密勒日巴故事的完整教学意义。他的母亲在恶语的方向上种下了一颗毁灭性的种子，马尔巴在善语的方向上种下了一颗觉醒的种子。密勒日巴自己通过多年的苦修，把种子库从恶到善彻底翻转了。我做投资这么多年，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在创业者和投资人的圈子里，有一种人我特别警惕，就是嘴特别碎的人。不是说话多就不好，而是那种随便评判别人，随口就给人贴标签，动不动就说那家公司不行，那个人不靠谱的人。这种人往往自己的视野也越来越窄。为什么？因为他每说一句负面评判，就在自己的种子库里种下一颗世界充满不靠谱的人和公司的种子。种多了，他的大脑就按这个鲜艳去渲染世界，真的就只能看到不靠谱的人和公司了。他的投资视野变窄了，他的合作关系变少了，他的世界变小了。不是世界变了，是他的嘴把他的渲染引擎改写了。反过来，有一类创业者和投资人，他们说话的方式有一个特征，就是精准但慷慨。他们会指出问题，但不会随便下定论。他们会鼓励别人，但不会乱吹捧。他们很少在背后评判人，不是因为他们不善于判断，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本能的知道随口一说的评判是有代价的。这种人周围往往聚集着越来越多优秀的人，因为他们的口业一直在种善种子，种出来的就是善缘。对于这一期的内容，你有什么想法？你有没有注意过自己每天随口说的那些话？其中有多少是在种善种子，又有多少是在种恶种子？或者更具体一点，有没有某一句你说过的话，后来深刻地改变了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走向？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察。最后，我想留一个更深的问题。密勒日巴的母亲用一句话把他推向了杀人之路，马尔巴用另一种话语把他拉回了觉醒之路。你和我每天都在对身边的人说话，对自己说话，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在某个人的种子库里写入新的种子，也在我们自己的种子库里写入新的种子。修行的起点也许不在蒲团上，
也许不在经书里，也许就在你下一次开口之前的那个沉默里。在那个沉默里，你有一个选择的窗口，是种一颗善种子，还是种一颗恶种子，而那个窗口的宽度，就是你修行深浅的刻度。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